长官，你看这条鱼的图案挺有趣啊。这条鱼果然不凡啊，头顶上有金疤，这是代表祥瑞的意思。是吗？要不宽你放？啊不，这是参蜀放生的功德啊。三叔，今年禁杀苦修，你可愿意和我一起呢？当然有趣了，长官。每次跟你去禅修，我都获益良多。三叔过奖了，你主要是不了解我的情况。我媳妇和兄弟常年伺候在大茶司身边，日常会得到茶司的指点。说到底，我这算是开了个小灶。要说到耳目聪明、慧根清净，参叔还是更胜一筹啊。你客气了。我最近跑边水啊，途经那个中部，我发觉已经没人走活牛啊？不可能，中部那条泛牛线是最活跃的，不可能没得人做。不是，他们不是不做，只是不做活牛，他们现在改冷冻肉了。冷冻肉。他们求一个短平快啊！你想，一只牛把骨头拆掉、皮去掉、内脏不要，剩下的都是肉啊！这么跑一趟比活牛的量快好几倍的。还有就是途中饲料都省了，不用喂牛了，是吧？所以我想啊，长官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可能是未来的大方向。三叔果然是算了一笔好账。这种算下来，或许啊，这个利润会比走私活牛多。但是冷冻我不懂啊。而且这个前期投入应该会很多吧？这个也不急，我可以先去打听跟学习一下啊。毕竟那个物牛是我老本行嘛。三叔这个提议好。毕竟，那么大的事情，我还要再考虑哈。是的。这里空气好好哈。不好意思啊。您就是我舅的朋友，申鑫感啊？对，叫我救星团就可以了。对，这就是我舅的车。你再看看车牌，你确定是他？我确定，我认他。这人呢？之前我们通完电话，我就去查了一下，结果你们大使馆正好在协调人大主义通道，这个照片就是跟着第一批撤出来的中国人一起撤出来的。那他们还会再去吗？肯定嘛。不过这份事情协调下来可麻烦，再来一次也不认得，要等到哪时候？毕竟是在打仗。我是没明白，这边他是没有法律吗？那地方武装打起来了，然后联邦政府不干预不管，又弄点大兵把路一围，也不让进不让出，这到底是干啥嘛？好吧，我这样跟你说嘛。最初呢，为了缓解殖民流亡的战乱，这个国家最大的两个邦，波邦和摩邦，签订了一条停战协议。也就是现在的南波自治的波摩联邦。
但是，你看啊，这个地方在协议上面呢，这点是属于魔邦政权，但实际上这个地方被一个叫巴隆的军阀控制，号称自己是南波邦。那就这个地方是封锁区啊，现在是呢，一直以来这里都是魔邦吃不下来的地盘啊，一块废地。你舅舅进去讨钱的那个散卡，他之前就是巴隆的副手。我还以为他就是一个做生意的老板。总之嘛，封锁起来就是要等里面倒了2败俱伤，熬出一个残局。所以你现在认得为哪样进不去了吗？反正就等使馆消息嘛。我再接着想办法吧。那想办法是需要多少钱啊？你想多了，我不是要敲诈你，你看不出来我是好人的。哦，看得出来，你当然是好人了。你是警察吧？哦，我刚看有手铐。哦，你也挺海鲜的嘛。好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对了，你回国等也是一样的，你没得必要一直守在这里。有消息了，我直接联系你们大使馆。没事儿，我就在这边等吧。要有点什么问题，我第一时间也能出。你那个工地都没得了，你住在哪点？我后来又找了个活儿，给人拉货。哦，好吧，你结账哈。哎，有事打电话。哎，好，好。这是过节呢是吧？连参加婚礼都认不得。把警告！开了嘛嘛摸摸，找个开的车，我开下是莫开。走。来赴宴的嘉宾都是有分量的，这样就可以顺便打听你舅的手续。谢谢蔡叔。皮农马上听。哎呀，安松，蔡叔，你好，你好，哎呀，久等了，哎。哎呦，谢谢蔡叔啊！哎，阿信，王老板。
官，长官你好，好久不见你啊，风采依然。这位啊，我同你提过个莫光山、五海山啊，哎，说长官，海山先生你好，我们这里天气太热了，先到里面喝口茶啊。来来来，请。哎，说长官，我代表我们相龙商会过来给您道贺，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花岗的炉，磨矿的红，果然厉害。小小的宝石，不成敬意。我们陈会长啊，期待有一天我们相龙商会能够和麻牛镇合作起来。这个提议好啊。你们陈会长啊，跟蔡叔一样，都是华裔，我久仰了。有机会喊他来我们麻牛镇坐坐。哎呦，求之不得。谢谢蔡叔。皮黑，皮影靠碰上了。这位应该是乌康马哈达禅师的秘书长查波先生是吧？瓦萨里，久仰。不敢当，想必阁下就是达班的猜叔吧？姐夫最近没少提起您。我跟阿周长官很多年了，都是同修。年底我们还约了进山呢，就苦行了，很辛苦的哦。姐夫，这位是？吴海山，上龙商会的。恰坡先生，幸会啊！啊，这样，仪式要开始了，要不我先去占个位置。好。这个啊，是有一点寓意的。你跟魔啊，渊源深厚。还有魔呢，是一夫一妻的动物，一生一世，代表你跟夫人长久恩爱，是吧？希望你师姐会喜欢。一定会喜欢。那就放心了。五位大师的手笔，大师有眼病，近些年作品很少见啊。蔡叔费心了。哎呀，送给你的一定要费点心意啊。还有这次去马姐的路上挺有趣，还看见很多冷冻肉的车。我之前跟你提议过，你说你回来考察。是蔡叔。你说呢，确实让我很动心。姐夫，仪式要开始了。但是，毕竟是转型，那么重要的事情，我想前期投入会很大。说实话，我是心里面没得底啊。没事。前面准备差不多了，仪式要开始了，我们先过去吧。请。蔡叔，请。不打扰。
港平当，边港里靠下开，车平杀起，靠过边里卡坡，马下乌卡昆沙坡。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还有个消息要宣布一下。曾经送给巴龙人的头目，如今年岁已大，正好也是接他回来养老。他说。 班龙是闽地武的头嘛，在帮手去打仗的。他咋跟艾索认识？废话干！艾索当年就是把墓献给班龙，才有了现在治安官的位置干。阿星啊，这次婉拒赏赐的事情做得很聪明啊。蔡叔现在很看得上你。另外啊，你不要太着急了。 蔡叔这次来是和艾索谈生意的，生意谈成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救你舅舅，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在山边坡啊，莫被视为神兽，发现莫的人，一辈子会走好运的。哎，你看，艾索就是这样的人。就是画报上的神兽。 再说，海山，先生，来，哎，粗茶淡饭。长官。来，这个，海山先生尝一尝这个，对。刚上桌擦手啊，太油了。擦手就是吃了我的狗。这是不想吃斋饭，想吃牛肉啊。 刀，杀牛。他是我新收的徒弟，未見過世面，下流埋齊嚟，唔好見怪。好，考晒疼了。来特，曼哈康泰，曼康。送完班纳米坊，摩托赛买不来，要米来地下送，我看买不来。買個皮卡娃娃金寶，給那農產買這個能踩，莫他白危險。蔡叔，我敢烦劳你那人。哦，不麻煩，他開皮卡爬山很快。哎。 来，
中国的。啊，你也是中国的？我不是，为了老师必须学。我叫兰波，你呢？沈星。你刚刚是阿爸不高兴？谁是你阿爸？艾索长官。孤儿队都是阿爸养大的。你是不是偷吃牛肉？没有啊，你别瞎说。马牛镇禁止吃流沙牛，偷吃也不行，抓到就杀死。那你阿爸干嘛还贩牛啊？信仰就是这个，阿爸是最虔诚的信徒。那卖出去的牛不就是挨宰的吗？这虔诚吗？捕获的牛不算。卡普先生请来的比丘有超度法会，每头牛都有自己的法事。比丘超度了他们的灵魂，生下来是壳子，可以卖。这不就是自己骗自己吗？卡普先生请来的比丘是乌卡马哈达禅师的徒弟。乌卡马哈达禅师，没听说过。哎，你看，那座佛塔就是阿爸为他盖的。所以你阿爸才能贩牛，原来是在大禅师那儿给他背了书。对，哪个书啊？哎，前头坐过来。谢谢夫人。哎，麻烦夫人了。夫人呐，我们打扮地方小，那份礼已经是我们找到最好的，希望你别见怪啊。谢谢蔡叔的好礼，我非常喜欢。你喜欢就好，放心了。哎，蔡叔啊，你不是为马牛镇还准备了一份厚礼吗？那也不是什么厚礼，只不过想带给艾说大人一个小小的惊喜。嗯。3天多啊，这几天呢，真的热。这些肉啊，在路上4、5天了，没变过。这个车可以，确实可以保存很久啊。屠宰行方面，我在马牛今天选了一块地，如果可以动工2个星期能盖起来的。啊，这个惊喜确实是惊着我了。还有我知道啊。这几天是长官你布施周围村民的好日子，就让我沾个光驱使一下啊。这几车就算我了。谢谢三叔。我可打点一下。哎呀，麻烦夫人。哎，小心点，小心点啊！这里2个，里头还有一个壶，也是2袋。啊，行。按量。哎，住！安波，马登岗位，美国看门户。咋了？安波，在哪呢？要上哪儿去啊？这么说，他愿意承担转型之后的所有成本。他是这种说呢，那缆车我也见着了，日本货不便宜。我之前打听过，那些中部的牛贩转做冻肉之后，利润都翻了番。如果转型之后那些琐碎的事有现成的人揽，倒也省事儿。你几个好了跟我走啊！好。蓝珠儿，你让人去把车停下来啊！我操，这都是树，太危险！感谢蔡叔的好礼，一个好主意嘛，可比金子还值钱。艾索，你觉得呢？
蔡叔上次提议以后，我就派人可考察过，冷冻肉确实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的，但是就是认不得，蔡叔你做了那么多重要的工作，理想的回报是哪样？我想入股3成。遭吓到了。牛贩子对偷货的是零容忍。不就是几头牛吗？至于吗？至于。你要晓得，贩牛归根结底就是路段控制。大牛贩子一般都是各个地方势力的联合代表，他们在重要路线上一早就划分好了地盘，不许别家来沾边。一旦发现，杀牛也杀人。既然都这么危险了，那偷活的不怕死啊？最近几年边境管得越来越严，好多路都遭封了，但是爱苏的路畅通无阻。一个是因为他治安官手头有权，二个是他个人修路铺路。这种情况难免有那些走投无路、胆子大的人过来偷货。主要是杀人的是那个兰波，他也就刚成年没多久吧。兰波的情况就不一样嘛，兰波的身份是孤儿队。爱苏小时候也是个孤儿，吃白家饭长大。后来运气好，捡了馍当了治安官，但是当地民众见过他不穿裤子的样子，觉得他只是运气好，大家都不服管，所以爱苏就收养了马牛镇里里外外的这些孤儿。小时候给吃给喝给学上，长大以后就要给他做事。从那个以后就建立了孤儿队，又做慈善又巩固治安，爱苏的威望就建立起来了。驼子哥，这次的生意谈得还顺利吗？还没落实了。来说说，有细细的配合个好过，如可以心情上做，什么事都别急啊，我会找个机会请他打听你舅的消息。谢谢蔡叔。这趟东牛的能耐呢，你跟丹头去跑吧。好。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路趟熟，看看路况和车程，还有往返时间，确保装载到运输途中整条能源网的整形。这屠宰场离马牛镇够远的吧？这边猪肉需求量大，每天凌晨屠了直接拉给市场，不需要冷冻。所以三面坡有冷库的屠宰场不多，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远一点也没办法。这个地儿，这个风俗就都是拿牛当神兽那么供着。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看的纪录片，
说是婆多那边的牛都可厉害了，人啊车呀，看见牛都得让路，让牛先走。我就琢磨，我要拖上成牛啊，我肯定拖上到婆多享福。三面坡贩牛主要是3个路线，中西北，再说扒到北边，西边和婆多接壤。你说西边那么多牛，是从哪点收的吗？婆多过来了？不能吧？行呀，也是有价格的。下辈子还是当人吧。没得事的，稻草人放在这个路口上，就是为了警告那些偷货的人，因为前面就是爱说的路。屋里头死了人吗？王三里，王三里，人到喽！阿爸说了，让我带你们走一遍，认一下路。来嘛。哎，你怎么还带枪啊？咋了？你出门不带枪？走嘛。停！咋了？整条路都在林子下头，只有前路那个回头弯没得。阿爸说了，营地后头有眼睛，不能近，要快。可记到？晓得了。走啊！这边就是交界，穿过这些林子就出去了。阿杜宝宝，这有几种8班来的。有。都系好绑紧了哈，不要颠出来。肉运回去马上装车，天热容易烂。心烦的肚子上，你少跑野生的时间，我就已经过得劲了，绕哪着耍我呢？
这任务算完成了吧？剩下就是他们的事了。我去边境办点事，你在这儿等等我，啊。哦。行。这三边坡咋还有这么冷的地儿？那边温差大嘛。哎，等会儿，不行，快！咋个了？有东西进去了，快，不行，他爬呢，别动。我。哎。啥？小媳妇儿。我。小媳妇儿，天哪！你还吃不吃猪？你尝一下嘛。不。哎，你是乌龟啊，缩头缩脑的，胆子那么小。恶心。那个兰博也恶心啊。就是觉得。让他自己手车就得了。你走快点儿，这就出去了。这是啥镇子呀？为啥这两边区别这么大？你仔细看哈，有条河过去了的嘛。按说为哪样要出钱加宽马帮道？因为走出来就是3个国家的边界线。说吧，有咩讲？财叔，这次马牛站的生意，你说是大班的头等大事，省心压都不动，还怕这样怕那样的，跟过去怕是要把事情搞砸的。你家姐走之前有咩交代你啊？守得财叔，不搁财叔在前。咁你覺得你有冇完成任務啊？到底你係因為你家姐留低沈星係為咗單拖啊？来，这儿给你放2个小时假，你可以去周边转下。你去哪儿？拉仔，我跟你一块儿吧。你没得证件过不去。1点钟，在这儿集合。我也没得其他意思，就是怕外人嘛靠不住的。其實啊，冇分咩愛人唔愛人，只要你知道佢想要啲乜，就能夠把握佢，就可以用佢。台叔有客人，还死来了。大叔。啊！你嚟都唔早打電話俾我，等我好準備招待你啊！瓦萨利，瓦萨利，财叔这样说就见外了。我新得了一尊佛像，是从圣地茶陵流出来的，不俗啊，所以带过来给财叔看看。不，张荣可视，英往张言，难得。财叔喜欢就好。财叔，我来是要当面跟你道歉。哎呦，
怎么说呀？财叔不嫌弃这尊佛像，就算作是我的赔礼。快点嘛，路不好走。车呢？人呢？他换个金像就想把大巴推掉啊？不止金像，还挨前期那套路都补回来的了，冷车全部买走，还讲呢，为了感谢财叔提的这个主意，要再给我们一笔钱。我们前后费这么大的劲，就为了那点钱啊？按说他为哪样突然反悔啊？插拍話佢諗嚟諗去，覺得喺馬牛鎮做殺牛生意係件大事，萬一激起民憤就兜唔住，所以佢就喺馬牛鎮隔離個馬丘揾咗個老細係有屠宰場同埋整套冷鏈設備。艾索為啥聽他呢？他說哪樣就哪樣。插拍同艾索係5分嘅大股東，主要插拍係可以拉動大禪師嘅資源，同佢做殺牛嘅背書。你睇下呢個金墳。造型還可以啊，但係重量就確實夠重啊。那這個事情就這樣算了，我們的計劃咋辦？艾蘇嘅面子功夫就要滴水不流，唔令佢呢個情安全到佢塊面，咁以後打扮就更沒戲了。财叔，您的意思是还没放弃？赞托啊！你的性格啊，还得沉一沉。啊，晓得了，财叔。我有查過嘅新老細叫做 Tisa， 本來做殺豬，所以佢有屠宰場。但係只要個底細，我諗你哋都去查一查。只要有一個缺口，我就能夠打開整個局面。到時達班係仲有機會。这哪还有工头车？这里头还施着工呢。晚上8点看看。别太快，来，走。你了？下去拍呀！你不再疼，你们坑里，要不你多开2单。来了，不来，来了，好吧？打灯，压灯啊！咋回事啊？艾索说谎了。啊？刚才那些司机在跟经理抱怨，开冷车麻烦，还培训这些。艾索不是说这个屠宰场有完整的冷链啊？司机咋可能没开过冷车？对呀。拿你乐？不来。他们不在疼嘛？打灯，压灯嘛！嘛。
们是在拆还是在盖？应该是盖，这材料全是新的，那肯定是盖。他们年夜加盖这个拆迁，所以给你这么的冷酷。对。